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今天才知道白醋和小苏打搭配作用这么厉害呀！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常看到的调味品之一了。白醋属于酸性调味品，颜色无色透亮。白醋除了可以调味以外，我们人体在正确的食用的时候，同时还能适当的调节我们内部的新陈代谢。白醋的作用真的不能小忽视掉了。一、清洗煤气灶台。我们准备一个大盆子，再拿出家里有的小苏打，我们往盆中倒入2大勺的小苏打。小苏打大家知道，有着非常强的清洁效果。倒好的小苏打，我们再拿出白醋，直接在小苏打的上面倒入1大半。这个时候就可以发现，白醋和小苏打产生了气泡，说明两者已经融合到了一起。我们拿出不使用的牙刷或者刷子，给搅拌一会。白醋相信大家也懂，除了调味以外，在清洁这个方面，它有着很厉害的软化作用。我们直接将盆放在燃气灶一边。这个时候，我们下一步开始将燃气灶比较重的污渍给拆除下来，直接扔进白醋盆中，浸泡软化上10分钟。要是燃气灶不能拆除的地方，我们可以直接用刷子蘸取盆中的白醋小苏打水，打湿在燃气灶上即可。燃气灶盆中静置10分钟后，接着我们再准备上家中的纸巾，将纸巾一张张的覆盖在刚才打湿白醋小苏打水上方。还有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刚才拆除下来放在盆中的燃气灶，我们同样的也是一样，将其拿出来放在一旁，再使用纸巾将其污渍的地方覆盖住5分钟就可以了。燃气灶上面还有油渍或者起锈的地方，我们再使用厨房中的抹布或者钢丝球将燃气灶给来回的搓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清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是，燃气灶中间打火的地方千万不要给蘸取到水了，这样后面使用烹饪的时候开不上火就麻烦了。这一点是大家千万要记住的地方了。清洗完后，只需要干抹布将燃气灶上的水渍的地方给擦拭干净就可以了。亲爱的朋友们，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谢谢大家啦。2、清洗菜板。菜板是每天切菜都会用到，如果清理不干净就会有发霉的现象。首先把菜板冲洗一下，在上面倒入一点食盐，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用手把它涂抹均匀，然后静置1分钟。时间到了，我们用清水把它冲洗一遍，然后倒入小苏打，同样涂抹均匀，最后再倒入适量的白醋。白醋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而与小苏打混合起来能够起到强力去污的作用，然后用手涂抹均匀，静置1分钟。时间到了，我们把它清洗一遍，可以看到菜板变得非常干净。最后再把白醋倒上，涂抹均匀，放到阴暗的地方，让它自然晾干就可以了。这样我们的菜板就不会再有污垢了。3、清洁花洒喷头。花洒喷头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一般来说都会积聚水垢和沉积物，导致花洒喷头部分堵塞，减慢喷水速度。醋可以很好的帮助解决此问题。使用醋可以溶解在花洒喷头的沉积物，使喷头恢复正常使用。把花洒喷头取下来，用保鲜袋或者放在容器里装好，倒入醋浸泡在花洒喷头里面，浸泡4小时左右。取出花洒喷头，在花洒表面撒上小苏打。花洒喷头经过醋浸泡后，会分解花洒喷头的污垢。浸泡好后，撒入小苏打就会产生起泡的化学反应，增加清洁效果。当气泡停止时，
用旧牙刷把花洒喷头擦拭，再后用温水冲洗干净。混合白醋和小苏打过程安全吗？这两种化合物混合产生的反应只会导致二氧化碳气体释放，绝对安全。用什么醋清洁效果最好？酸性比较高而且又便宜的白醋即可。白醋是非常安全和天然的清洁剂，适用于各种表面，两者混合制作出的清洁剂最环保安全。4. 清洗碗筷，我们可以拿来洗碗，比如说家里面没有洗洁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调制好的溶液来喷一喷，可以起到一个去污去油的效果，且还有杀毒消菌的作用，因为里面是有食用小苏打和白酒调制好的溶液，所以个人觉得比洗洁精还好用哦。喷的过程当中可以看见，大多的油脂已经被喷掉，又凝固的油脂还残留在上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水，用水就能轻松的将碗洗得干干净净呢。所以如果以后洗碗的时候，家里有没有洗洁精呢？那么赶紧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吧。可以看见，洗过之后碗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的油脂残留。5. 清洗插座，我们家里面的开关，尤其是厨房类的开关有油脂污垢，这里我们就可以准备一张纸巾。纸巾我们给它叠一叠，稍微叠厚一点，像这样即可，然后将调制好的溶液喷洒在纸巾上面，用纸巾来擦拭开关即可，这样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将开关上面的油脂擦拭得干干净净呢。看起来吧，效果还是非常不错哟。所以以后家里面的开关脏了油了，不要直接用水来洗，哎呀，不仅不安全，而且还处理不干净哦。那么赶紧用这个方法来清理吧。清理过后可以看见上面一点油脂污垢都没有了。6. 清洗油腻锅盖，家里面的不锈钢锅盖之类的，同样可以给它喷洒上一些溶液，将锅盖的每一个部位都喷洒上，或上面油脂过多，我们可以喷洒好之后给它静置几分钟，像这时候就可以了。拿出家里面的百洁布或者毛巾来擦拭，这样就可以把锅盖上面的油脂污垢给清理得干干净净呢。擦拭过的地方可以看见它变得特别的干净光亮。所以啊，只要是不锈钢锅盖碗、烧水壶之类的脏了，都可以用这个溶液来进行清理，分分钟就能把它清理得干干净净了。好了，今天的精彩视频分享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